续接上集，不出陆东明所料，醋罐子挂断电话以后，又给海童打了过去。怎么了？我都要睡了。今天发生了什么事？没发生什么事啊，就是知道商太太是我大姨了。我已经跟你说了。战印，你这是什么口吻？质问我一样，我又没有趁你出差就去和其他男人吃饭逛街。你姐的事，你不打算告诉我吗？连陆东明都知道。我问你，你却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。海童，你是不是不把我当成一家人？这么大件事也不跟我说一声？我姐跟她前婆婆一家隔三差五就会闹一场，这对你来说是大事吗？我们能自己处理好，不用麻烦你。况且你出差不在家，跟你说，你还能飞回来帮忙打架吗？陆总知道，因为他是我姐公司的老板，那2个极品是跑到陆氏集团门口等着我姐，陆总刚好下班才看到的，又不是我刻意告诉他。我赶到的时候，我姐他们都打完了，叔叔都来了，我也没赶上动手的时候呢。我跟你说过，遇到困难就跟我说的。战印，我也跟你说过，我能处理好的，我自己会处理，不必麻烦你，我不会完全依赖你。像刚才说的一样，我跟你说了，你又回不来帮我，何必让你知道了担心？你要将这件事上升到我不把你当成一家人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反过来，你就能保证你事事都告诉我了吗？我现在连你老家的大门朝哪个方向开的都不知道呢。这样说来，你更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。战印也不知道怎么说。战印，你是个大男人，1米8几的，牛高马大，你的心胸能宽一点吗？别因为一点小事情就生气，跟我斤斤计较的。我知道你是担心我，可我又不是那种软弱可欺的人，需要你24个小时都帮着。如果这是你对妻子的要求，对不起，我真做不到。你是说我心胸狭窄？我是觉得你很容易生气，你总是以你自己为中心，别人稍有不如你意的事，你就生气。战印挂了电话。挂我电话了，这事更加的生气了。我都说清楚了，还要生气？生气就生气呗，我还得捧着他。当初我也说了，我自己能处理的事情我自己处理，不用麻烦他。他又能做到事事都跟我说吗？他就能保证没有事情瞒着我？简直就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本来睡意浓浓的他，因为战印这一通电话，睡意全无。海童一生气就搬回自己的房间睡。海小姐早安。梁姨早，都8点了。海小姐不用着急，慢慢用早餐。你姐刚才打电话给我，告诉我她把洋洋送到店里了，沈小姐在店里，让我们直接去店里就行，不用白跑一趟她的租房。好，梁姨你也坐，咱俩边吃边聊。梁姨，你给战印的九弟当了几年保姆，认识战印也有好几年了吧？你有没有觉得他很霸道，老是以他自己为中心，要求别人在他面前没有半点藏私？海小姐，你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？昨晚我和战印似乎吵架了，现在好像又进入了冷战期。海小姐，你和战先生怎么吵架了？海童把昨天的事说了一番。每次都是这样，一生气就不回信息，不接电话，像个小女人一样。梁姨，你帮我记着日子，看看他这一次跟我冷战能冷战多少天，我也懒得再发信息给他了，那是石沉大海，说不定他又把我给删除了呢。他要真把我删除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加他好友。战先生是有点霸道，他其实是觉得海小姐你不够重视他，把他排除在外，他才会生气的。我都解释了，他还要咬着不放，我能怎么着？他爱生气就生气，反正不在我面前晃着，影响不到我。梁姨，咱们不说他了，咱们吃好喝好。对了，梁姨，你见没见一个白色的箱子？我网购回来的家庭药箱。我放进客房里了，我去拿。海小姐不舒服，头痛、眼痛，没有睡好的原因，我吃1包药，很快就会好的。海小姐经常头痛吗？也不是，偶尔才会这样。还是要少吃，这种药有副作用的。知道了，梁姨，咱们走了。海小姐，我拖地收拾收拾，你先去，我等会儿打车过去。好，梁姨，那我先走了。海小姐路上注意安全。大少爷，大少奶奶吃药了。彤彤吃什么药了？大少奶奶说没有睡好，头痛、眼痛，吃了1包药。吓死我了！梁姨，你下次能不能把话说明白？大少爷，大少奶奶在吃早餐的时候都跟我说了。大少爷，我觉得你要想明白，你为什么会喜欢大少奶奶，喜欢大少奶奶的哪一点？你别按你的要求妄图改变大少奶奶，真改变了她，还是你喜欢的那个大少奶奶吗？她啥事都不跟我说，陆东明都知道，我却不知道。大少爷难道就是事都跟大少奶奶说了？别忘了，大少爷至今还对大少奶奶隐瞒着身份呢。你瞒着大少奶奶的事情多了去。梁姨，你是站在谁那一边的？我当然是站在大少爷这一边，就是站在大少爷这边，想大少爷好，
我才嘴多的说这些话，否则我多嘴干嘛？我不过是一位佣人而已。梁姨，我们都很尊重你的。老夫人这才回家呢，你和大少奶奶又闹矛盾，大少奶奶说给你发信息，你都不回她，这是又准备冷战。大少爷不要老想着改变大少奶奶，往往是你为大少奶奶改变。她现在还在生气？大少奶奶想得开，已经不生气了。她不生气是吧？她依旧吃得好，睡得香。就我生气，我喝了2杯咖啡，干到通宵。梁姨，我忙，没其他事，不要打扰我工作。海童到店的时候，恰好看到苏南从店里出来。海小姐，我先回公司。苏总请自便。海童一进店就看到了桌子上放着一大束的玫瑰花，还有很多沈小军平时爱吃的各种零食。除了零食和玫瑰花，还有几套沈小军常用也是最爱用的护肤品。彤彤你来啦，有吃的。苏总送了很多零食过来，咱们守店都不用觉得无聊了。小姨，洋洋别吃太多，影响食欲。苏总把你的喜好都摸清了，送来的都是你喜欢吃的，以及你日常喜欢用的牌子。小飞都说了，苏总是情报世家出身，在他面前，我如同一丝不挂，被他看个通透。而我想知道他些什么，除非他愿意给我知道，否则我永远别想知道。情报世家出身的人，打探别人的事情很厉害，保护自己的隐私同样很厉害。感觉你越发不喜欢苏总了，我看苏总对你挺有意思的，都开始追求你了。倒也不讨厌，就是觉得在他面前没有隐私权而已。先处一处吧，能处出感情来再考虑以后的事。要是实在处不出感情，不要勉强自己。你不用担心战印的工作问题，他不是现在才抱上苏总粗大腿的。先试试看，放心，我不会勉强自己的。彤彤，你们昨晚没有去程商家吗？你姐送洋洋过来时，我看到她的样子都吓了一跳。小军，晚上下班后，我们去酒吧喝2杯吧。你家战先生出差，不在家管着你，你胆子大了呀。他在家，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我不管他，他也别管我。彤彤，你和战先生不会是又闹矛盾了吧？没有，就是觉得最近过得太压抑，想去酒吧喝2杯，发泄发泄。陆东明给好友打电话，战印不接，有了闯祸感觉的陆东明都无法静下心来工作。想了想后，他打电话给秘书，帮我通知财务部的海玲来见我。海玲接到通知，停下手里的工作，走出办公室，都还没有远去，就听到同事们在暗讽他想借着陆东明帮过他攀上陆东明，于是海玲来了个回马枪。上集说到海玲走出办公室，听到同事暗讽自己，转身又回到办公室，那位同事还说得欢呢。突然的安静，对方这才察觉到海玲去而复返。怎么不说了？你暗恋陆总吧？我才没有。那你造谣我和陆总有私事，有意思吗？我从你说话的口吻里听出了酸意，你就是在暗恋陆总，所以处处针对我。不管你们信不信，我对陆总没有任何的想法。我是离了婚，渣男出轨，不离了还留着过年。我离了婚就要被你们说成想勾引陆总。陆总是个光明正大的人，我和他若有半点私情，陆总不会藏着掖着。再让我听到你胡说八道，在背后造谣，小心我告你诽谤罪。说完，他转身走人。其他人都看着海玲冷冷的离开，觉得海玲也是在警告着他们。你的脸没事吧？过2天就会好的，谢谢陆总关心。陆总找我有事。就是，我想向你打探一下你妹妹的情况。陆总，我妹妹嫁人了。海玲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你妹妹嫁人了，她丈夫是战印，在战氏集团上班的。我们公司跟战氏集团有生意往来，我和战印还是朋友的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昨晚跟战印谈了谈生意上的事，最后我提到了昨天傍晚的事。你妹夫似乎很生气，因为你妹妹没有跟他说，我担心因为我嘴多，让他们小夫妻俩闹矛盾。这不，我深感不安，都无法完全投入工作中，只好叫你上来问问情况。应该没事吧？我今早来上班时，彤彤还没有起床，我想应该没事的。没事就好。你刚才进来时黑着一张脸，跟同事们闹矛盾了。我知道，因为我录取你，让你在公司里举步维艰，你不用管别人说什么，做好自己的事就行。陆总，我想辞职。为什么要辞职？那时候我为了离婚能争取到我儿子的抚养权，被人说我是走后门进来的，被大家暗中针对着，我都忍了，因为我需要一份工作，才有利于我争取洋洋的抚养权。现在你离了婚，儿子的抚养权也争取到了，所以想辞职。你连试用期都还没有满，你是个有能力的人，职场水深，我想你早就清楚。他们说他们的，你问心无愧就行，不用被他们影响。但他们还说我肖想陆总，我不想带累了陆总的名声。谁说的？海玲，你好好干，他们我会处理的。以后谁再在你的背后造谣你肖想我的话，我就把他们都开除了。
别以为法不责众，惹毛了我能把他们都开除了。谢谢陆总，我还是想辞职。我从周红林那里分割到一笔钱，想投资开间小店，做餐饮生意。这样呀，你找到店面了吗？西环路2号街，就是我们公司附近的那条街。我们上班必定要经过那条街的，那条街的商铺一半都是我的，那里人流量很大。附近除了我陆氏集团，还有不少小公司小工厂。你要是做餐饮生意挺适合的。有对老夫妻年纪大了，干不动了，已经退租，准备过几天就搬走。你要是真想干，我把那间店面租给你。半条街的商铺都是陆总的吗？就不能是我的吗？我赚了钱没地方花，多买几家商铺租出去，每个月的租金也很可观的呢。以前生钱嘛。有钱人的世界，我这种穷人根本不懂。我平时也不用费心思打理，我有请人专门帮我收租的。不过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那里，有没有店铺空了，我是清楚的。怎么样，你想不想租？你想租的话，看在你是战印大姨姐的份上，我只收你友情价，租金比别人便宜一点。不过你别往外说，让其他人知道了，都来找我要求减租，我就亏大了。一个月租金需要多少？管城市中心的所有商铺铺租都比其他地方贵很多，我那里的商铺最小的有40平方大，大的有100多平方。你是租早餐店？那不用太大，早餐的价格高不到哪里去，你租个40-50平方大的店面就行了。我一会儿问问那对老夫妻要退租的店面有多大，一个月租金你给我8000铺租就行了。你一定要保密呀，别说出去，我收别人是过万元一个月的。陆总，我不会说出去的，就是你收我那么低的铺租，会不会很亏？我买下那些商铺花的本钱早就赚了回来，现在不管我收多少的租金都是赚的，你不用有心理负担，想干就好好的干，等你赚回本钱了，你要是不介意，可以主动给我涨铺租。好，等我赚回了本钱，陆总收别人多少铺租，我就给多少铺租。陆总，你那店面我要了，我现在就回去跟我上司说辞职的事。到时候我会让人与你联系签合同的。你试用期未满，不想干了，跟你上司说一声，他马上就能帮你计算工薪，结工资给你。陆总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我也是看在你妹夫的份上才给你友情价的。等着你的早餐店开张了，我去捧场。好，陆总，我回去辞职了。战毅，你大姨姐不想干了，想开间早餐店，正好我西环路2号街有间商铺能空出来，就白菜价租给你大姨姐了。谢谢。自事少，好歹还肯搭理我，我以为我闯大祸了。那座冰山不想搭理我了。周红礼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凡是你负责的客户，要么取消订单，要么暂停合作，还有很多客户都投诉收到的货里混着不少的残次品，你是怎么管理的？周红礼，那人说你是不是得罪了所有客户？老总，我没有得罪客户，我一向把客户当成上帝信着，我怎么可能做出得罪客户的事？老总，我再去跟客户们谈谈，我会努力的挽回订单，减少公司的损失。这话你说了几次了？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。我威浩走到现在就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危机，眼看车间的工人都要提前放年假了，再不挽回订单，年后都不用开工。没有订单，周红礼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你有没有得罪过谁？咱们公司现在这种情况明显就是被人刻意打压的。本来我们和战氏集团旗下的一间分公司就存着竞争，现在我们被打压，我们的生意都被对方抢走了。老总，我真的没有得罪过谁。你先去做事，再好好的想一想，到底得罪了谁？老总找你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骂我呗。老总说我们现在这样子明显就是被人打压针对的，问我有没有得罪人，我想来想去都想不起我有得罪过谁。对客户我一向都是讨好的，我怎么可能去得罪他们？这时他手机响了。红林，我想洋洋了，你下班后就去海童的店里接洋洋过来。妈，你想洋洋就叫我姐开车送你去海童的店里，不用把洋洋接过来的，接过来你们也哄不住洋洋，免得又吓坏了他。妈，我在忙，有什么事等我回去再说。佳妮，你别管我妈说什么做什么，我都不会改变的。我爱的人是你，是我娶老婆，又不是我妈。你妈和你姐现在都后悔了吧？因为海玲有个非常有钱的大姨，她这是走了狗屎运吧？竟然是商太太的外甥女。谁不知道商太太寻找妹妹找了几十年，现在找到了海玲姐妹俩，肯定会给姐妹俩很多帮助的，说不定会给姐妹俩买房买车，给他们几百上千万的存款呢。你别管我妈和我姐，他们头发长见识少，以为海玲有个非常有钱的大姨就能讨到好处了，越有钱的人越是抠搜。红玲，明天周末了，你陪我回家见我爸妈好不好？当然可以，下午下班了，我给你钱，你去买些你家里人喜欢的礼物。明天我跟你回家见家长，回来时你记得跟你爸妈要户口本，情人节那天我们去登记领证。好。我们先工作，
我现在还得去找那些老总们，尽力挽回订单。你陪我一起去吧。我是你的秘书，自然要陪着你去。下午的时候，姐姐回来了，知道姐姐辞职创业，海童支持姐姐的决定。彤彤，你没有和妹夫闹矛盾吧？姐，我们感情好得很呢，没有闹矛盾。战印对你很好，我想他也不会因为一点小事情就跟你闹的。你们没有闹起来，姐就放心了。战印就是因为一点小事情跟我闹了。彤彤，姐先带杨洋回去，我决定开店了，回去做个计划书。好，让梁姨和你们一起吧，这样杨洋不会闹你。梁姨，你开车送我姐和杨洋回去，我等会儿坐小军的车就行。好的。等回到了海玲租住的房子后，梁姨借上洗手间之机，给战印发了条信息：大少爷，大少奶奶晚上要和沈小姐去酒吧喝2杯。战印昨晚通宵，今天上午还能撑住，下午就撑不住了，靠在椅子上睡着了。彤彤，你想去哪家酒吧？我不熟悉，你拿主意吧，主要人够多，够热闹的就行。那行，我请你去咱们宛城最大最高级的10号酒吧，那里的陪酒女郎很漂亮，陪酒小哥也很帅，连调酒师都有着高颜值。我是去喝酒的，又不是去找牛郎。也是，你家战先生比他们好看多了，咱们就去喝2杯，不干帅哥。君姐，你在吗？熟悉的叫喊声突然传进来，2个女孩子的脸色同时一沉。